要说唐诗里哪一类最热血、最硬核，边塞诗绝对能排第一。提到边塞诗，你可能马上想到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那种壮阔画面，但岑参的这首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，可不是安安静静的风景画，它更像一部战争大片，镜头里全是狂风、碎石、铁甲、冰碴子，每一句都砸得你耳朵嗡嗡响。先说说岑参这个人，他是盛唐时期最典型的边塞诗人，一辈子2次跑到西域从军，不像有些人只是在长安想象边塞风光，他亲眼见过什么叫风透如刀，什么叫碎石大如斗。这首诗写的就是他亲身经历的出征场面。诗里的封大夫指的是唐朝名将封长清，当时担任北庭都护、依稀节度使，是岑参的顶头上司。这一次封长清要率军西征，讨伐来犯的敌人，岑参就写了这首诗送行。来，我们先大声读一遍这首诗，感受一下那种排山倒海的气势。君不见走马川，行雪海边，平沙莽莽黄入天。轮台9月枫叶吼，一川碎石大如斗。随风满地石乱走，匈奴草黄马正肥。金山西见烟尘飞，汉家大将西出师。将军金甲夜不脱，半夜军行歌相拨。风透如刀面如割，马毛带雪汗气蒸。五花连前旋作冰，目中草席艳水凝。鲁齐闻之因胆慑，料知短兵不敢接。居师西门筑陷解。读完了吗？有没有感觉像被风吹过，脸都疼？这首诗的节奏太特别了，3句1小节，每节换一次韵脚，读起来像马蹄声一样急促，像战鼓一样密集。岑参就是用这种节奏，把读者直接拽进了西域的狂风里。第一句，君不见走马川，行雪海边，平沙莽莽黄入天，这是全景镜头，你看到了吗？走马川就在雪海边上，放眼望去，无边无际的沙漠，黄沙滚滚，一直接到天边。这里的行字是旁的意思，走马川就在雪海旁边。岑参一上来就用君不见3个字，像电影里的话外音，直接把你拉到现场，让你不得不看。接着镜头突然拉近，对准了轮台的夜晚。轮台9月枫叶吼，一川碎石大如斗。随风满地石乱走。轮台就是今天新疆轮台县，9月份已经进入寒冬，这风不是吹，是吼，像野兽叫一样。风有多大？满河床的石头，个头大的像斗。古代装粮食的器具比现在脸盆还大，被风吹得满地乱滚，石乱走。这3个字太绝了，石头都像长了脚一样乱跑，这风力得有多恐怖？岑参没用风力8级这种词，他就让你看石头满地跑，画面感一下子就出来了。然后画风一转，从自然环境转到战场形势。匈奴草黄马正肥，金山西见烟尘飞。汉家大将西出师。匈奴这边的草已经黄了，马养得正肥壮，意味着他们兵强马壮，准备南下劫掠了。金山也就是阿尔泰山以西，已经能看到敌军来袭的烟尘。怎么办？唐朝的大将立刻率军西征。这3句把战争的紧迫感写得淋漓尽致，敌人准备好了，威胁就在眼前，唐军必须马上行动。接下来是全诗最精彩的部分，镜头对准了出征的将士。将军金甲夜不脱，半夜军行歌相拨。风透如刀面如割。将军晚上睡觉铠甲都不脱，随时准备战斗。半夜行军，士兵们趁着夜色秘密进军，兵器和兵器碰撞，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。歌相拨，这个细节太真实了。黑夜里行军，看不清路，兵器难免会碰在一起，而迎面吹来的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。面如割，这3个字没有经历过的人绝对写不出来。岑参不是在比喻，他就是在描述切身感受，那种疼是真切的像被刀割。然后镜头给到了战马和军帐，马毛带雪汗气蒸，五花连前旋作冰，目中草席艳水凝。战马在寒夜中奔跑，身上的雪和汗水混在一起，热气蒸腾。五花连前指马身上漂亮的毛色斑纹，这些花纹很快就被冻成了冰。注意这个旋字，
是立刻、马上的意思，说明天气冷到什么程度，水汽瞬间结冰。而在军帐里，文书官正在起草檄文，砚台里的墨水都冻住了。砚水凝，这个细节把严寒写到了极致，外面马汉结冰，里面墨水结冰，这仗还怎么打？但唐军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出征的。最后3句是诗人的想象和祝愿：鲁齐闻之应胆慑，料知短兵不敢接，居师西门筑陷解。鲁齐指敌军骑兵，他们听到唐军出征的声势，应该已经吓破了胆，估计不敢短兵相接。而车师西域古国，在今吐鲁番一带的西门前，正等着唐军凯旋线捷报呢。岑参对封长清充满信心，这种信心不是盲目乐观，而是建立在对唐军战斗力和主帅指挥能力的了解之上。他相信，这样一支能在极端恶劣条件下夜行的军队必胜。这首诗最厉害的地方在哪里？在于它的真实感。岑参没有写将士们多么英勇，这种空泛的话，他写风怎么吼，石头怎么跑，脸怎么疼，马汉怎么结冰，墨水怎么冻住，这些细节比任何口号都有力量。你读这首诗，就像跟着唐军走了一遍夜行军，脸被风吹得生疼，耳朵被兵器碰撞声吵得嗡嗡响，呼出的气在眉毛上结成霜。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，是岑参边塞诗的最大特色。再说说节奏，这首诗打破了常规，3句1节，每节押韵，天、走、诗、歌、凝、节，这些韵脚短促有力，像马蹄声一样哒哒哒地推进。读的时候，你几乎不需要换气，就被诗句推着往前走。这种节奏本身就是在模拟急行军的氛围，形式和内容完美统一。从内容上看，岑参写了3层意思，第一层是环境的恶劣，第2层是行军的艰苦，第3层是必胜的信念。这3层层层递进，越写越具体，越写越紧张，最后突然转到对未来的展望，情绪瞬间释放，形成一种强大的艺术张力。还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，这首诗虽然是送别诗，但没有一点离愁别绪。一般的送别诗，像王维的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，总是带点伤感。但岑参这首诗从头到尾都是硬核的战地纪实，充满了阳刚之气和必胜信念。他不是去送人，更像是去冲锋。这种风格在唐诗里独树一帜，展现了盛唐时期那种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。岑参用这首诗告诉我们，什么是真正的边塞生活。它不是文人想象中的浪漫，而是风如刀，石如斗，滴水成冰的真实。但就是在这种真实中，唐军依然能半夜军行，依然能筑陷解。这种在极端环境下展现出的战斗力和意志力，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更能说明盛唐为什么强大。今天我们读这首诗，依然能被那种气势震撼。它不只是历史的记录，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。当我们遇到困难和挑战时，想想那些在寒夜里顶着刀子一样的风，踩着满地乱滚的石头，铠甲都不脱就出征的唐朝将士，还有什么坎过不去呢？岑参用最粗粝的语言写出了最坚韧的力量，这就是这首诗能传颂千年的原因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除了点赞、关注和分享，也可以请我喝杯咖啡哦。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